雨伞竟然成精了，不仅能预知天气状况，还能带你泡到妞。如此神伞有没有想要的呢？人回来了，伞却丢了。一把伞起码要10元，眼看小小年纪就如此健忘，老妈秒变暴怒的女帝。但大雄却把锅都甩给了雨伞，都怪雨伞没有腿。一语点醒梦中人，蓝胖子拿出灵魂麦克笔，这笔可以让雨伞成精。大雄从仓库中拿出陈年老伞，虽然有点旧，但凑合还能用。蓝胖子让大雄赶紧用笔做法，在雨伞上画了个笑脸，雨伞就被注入了灵魂，活了过来。大雄假装出门，雨伞晃动着小身体，提醒大雄要带上我哟。这下大雄再也不怕丢雨伞了。遇到下雨，雨伞高兴坏了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雨伞的所爱就是下雨。为了被淋个够，还带大雄来到屋檐下，就误上了蓝胖子。大雄还暖心的给雨伞起名奇泰。两人来到公园，又转角遇到爱，雨伞激动的跟未来嫂子打招呼，差点把静香的魂吓丢。大雄也不遮着掩着，拿出麦克笔，让静香也给自己的雨伞赋予灵魂。看着静香在雨中翩翩起舞，大雄毫无抵抗力的爱了。这时虎父二人也来求笔了，胖虎一出手就是伞如其人，脾气相当粗暴。至于小夫的雨伞，虽然是产自法国的高档雨伞，却是个怂货，见到胖虎的雨伞就缩成一团。小夫还美名其曰，就算自己淋湿了，也不能湿了法国伞。深夜的长廊，雨伞显得格外诡异。大雄在房间里挂上晴天娃娃，这就明天晴空万里。可天气预报报道，明天本来就是大晴天。第二天明明晴天，可大雄要出门时，雨伞还是蠢蠢欲动。但晴天带啥伞啊？可雨伞却说今天会下雨。大雄半信半疑，还是带上了雨伞，却倒了8辈子血霉。出门就被虎父二人嘲笑，大晴天带个雨伞，活脱脱像个傻子。这下就连雨伞都生气了，眼看熬到了放学，还真就下起了雨，书包成了遮雨神器。眼看自己失策，胖虎选择跟雨天正面刚。看着静香也没带雨伞，大雄选择当暖男，要为媳妇儿保驾护航。这是简单的雨伞吗？不，它不是，这简直就是恋爱神器，指引着大雄获得爱情。大雄在家看着陆木匠的演出，可雨伞只想出门遛弯。但大雨天谁爱动弹？可看着雨伞期待的小眼神，大雄破防了。看着大儿子大雨天要出去嗨，老妈也是挺无语的。遛弯目的达到，雨伞高兴的就开始原地蹦迪，大雄却惨了，裤子湿的就跟尿床了似的。大雄心一狠，决定不要雨伞了，就要回家接受女帝老妈的审判。可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当大雄返回公园时，雨伞已被垃圾车回收走了。大雄慌了，他慌了。蓝胖子左等右等，却等来了空手而归的大雄。两人冒雨朝着垃圾车进发。此时的雨伞也做着奋力的抵抗，成功脱逃。大雄两人终于赶到了垃圾场，可雨伞躺在路边，被一辆卡车刮住，又一路飘行，眼看要落水，雨伞奋力扑腾，终于飘上岸。大雄两人疯狂寻找，却没能找到。这时社畜老爸下班了，却忘了带伞。也许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就在大雄准备放弃时，老爸顶着雨伞出现了。看着满身是伤的雨伞，大雄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奔向对方。生命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陪伴吧。那么小伙伴们偶尔也会把雨伞弄丢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明明是棒球赛决赛的重要日子，大雄却只有参加打气加油的份儿。这决定做的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反正这种被孤立的日子以后还多了去了。这话说的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因为这人是大雄。转念一想，加入女子战队吧。可大雄毕竟是个不到2米的男生，大雄不害臊，静香还害臊呢。大雄失落的往家走，老妈正在门口跟人聊八卦。一听是八卦，大雄觉得他这个5G冲浪选手有权发言，可老妈却说出了经典台词：大人说话，小孩插什么嘴？本以为蓝胖子总不至于排挤自己吧，可却是个暴击伤害。蓝胖子可是远近闻名的猫中海王。送走猫女友们，蓝胖子拿出入伙线香，按下按钮，线香冒烟，然后拿着线香绕着八卦圈转一圈，蓝胖子就已成圈中人。凭借一脸姨母笑，混入内部，成功打听到那谁跟那谁做了那种事，还被老妈热情的请进了屋。这下大雄慌了，他慌了。但八卦的力量就算是机器人也毫无抵抗力。蓝胖子带着大雄来到妹子圈，按下按钮，绕着3个大美人转了一圈，成功打入内部。大雄化身采花大盗，学起了编织，可惜有点手残。
但蓝胖子却心灵手巧，看着妹子们一个个完成作品，大雄简单暴力，直接选择了亮闪闪的胸针。看着胸针还会动，妹子们嗷的一声就跑光了。棒球赛以完败告终，小夫不讲人情，把锅都甩给了胖虎，直接引发了被胖虎揍的事故。临走前还不忘凡尔赛一波家里的法国高档哈密瓜，大雄家买不起，难道还不能用点手段吗？两人来到小夫家，绕着房子就来了一圈，然后跟着小夫前后脚进了门。小夫都惊呆了，可大雄自称一家人，就连小夫妈也喊大雄乖儿子。小夫总觉得不对劲，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香甜的哈密瓜入口即化，两人一顿风卷残云。火速清勾盘子后，大雄又盯上了巧克力。这下小夫终于忍不住了，凭啥独宠一人变成了雨露均沾？可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吃饱喝足后，大雄独自踏上了作死之路。看着帅气的警察叔叔，就上前绕了一圈，就要陪着警察去抓小偷。觉得自己不够帅，就用帽子来凑形象。大雄膀胱一扫，又盯上了警察叔叔的那杆枪。路过路口，还有模有样的警告别人闯红灯，可遇到问路的，竟然让人去问警察。大雄使劲就媚，拿着就要去买冰淇淋，这小警察让大雄当的。这时胖虎又在打劫了，大雄化身套马的汉子，把胖虎五花大绑就要送警局，也不怕胖虎出来报复自己。大雄路过公园，发现了独自掩面哭泣的小刘海，圈了一圈后，两人成为了朋友。小刘海也说出了心底的秘密，原来游戏机被人抢了。有了大雄这个朋友，小刘海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两个小学生说不定可以给高中生来个三杀。大雄本想化敌为友，可现象却被无情的夺走，此时不跑还等啥？只能坑队友了。听着队友的惨叫声，大雄还是于心不忍，即使自己吓得两腿发软，也要有难同当。大雄的善良召唤来警察，大雄终于得救了。大雄也凭借着自己的勇敢，成功交到了朋友。大雄把线香还给了蓝胖子，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。刚被放出来的胖虎打劫了大雄两人，可线香的烟雾被风吹偏了，于是胖虎跟打工人成为了好朋友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应该如何融入一个新群体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落魄的回到家，就开始讲起不幸三连击。所谓的不幸三连击，就是被胖虎揍，被狗子咬，最后再来个失足落水，真是惨他妈来给惨开门，惨到家了。大雄都怀疑自己是灾难体质，蓝胖子对这一点是相当赞同，但大雄还想靠道具抢救下自己。虽然蓝胖子认为这是大雄走路不长眼的自我惩罚，但大雄却认为灾难总是那么意想不到，外加厚颜无耻的软磨硬泡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护身纸。大雄满心期待，却只求来一张厕纸，但其实只要每天对纸张拜3拜，就能免受灾难困扰。虽然听起来很离谱，但大雄不想错过一切机会，结果下一秒就显灵了。大雄一个平地摔，还好纸张变成飞毯救下了他，霸气的上了街，却遇到高空抛物，抛下的还是仙人掌，还好有护身纸，才没让大雄变刺猬。眼看又要被撞飞，护身纸一个温柔的搂腰，又救了大雄一命。大雄故意来到臭水沟，直挺挺就要往里跳，可护身纸却不会同意。不怕死的大雄还主动去踩狗子，护身纸一个大力空气炮，把狗子打得落荒而逃。有了这护身纸的保护，大雄估计快要飘了。来到空地，小夫一个手滑，还好有护身纸，以球还球，小夫气得牙痒痒。大雄的体质不就应该是被球砸吗？还动起了护身纸的主意，却不曾想护身纸摇身一变，把小夫打到回家找妈妈。大雄觉得自己有护身纸就够了，蓝胖子回家安静的当个吃货就好，这咋翻脸比翻书还快呢？就算有护身纸，也有不能打的人，老师要去大雄家家访，谈谈大雄一直很稳定的成绩，不求成绩突飞猛进，只求别总考到1。眼看就要到家，护身纸出手了，把老师的包打飞，送走了老师。大雄心情好了，就来到媳妇儿家，想要蹭个蛋糕吃，可静香脚下一滑，大雄就要容颜不保，护身纸化作芭蕉扇，原封不动地还给了静香。既然大雄丝毫不顾及夫妻情面，静香也无需在手下留情，就要拉起他的小提琴。面对跟胖虎唱歌同等级的魔法伤害，护身纸默默地堵住了大雄的耳朵，而且还是当着静香的面。大雄只能赶紧逃离案发现场，虽然担心自己会祝孤生，但总比还没结婚人却没了要强吧。可大雄运气差到家了，走个路都能遇到疯牛，眼看要被戳成串串，护身纸化身斗牛筋，一路引领着疯牛回到了集装箱。大雄又路遇胖虎，有了护身纸的保护，
大雄选择跟胖虎正面刚，一套鬼脸让胖虎觉得遭到了侵犯。可被打的却不是大雄，而是胖虎。可胖虎是小镇中第一恶人，大雄觉得一张护身纸够呛顶得住，跑回家就要去搬救兵，可谁都叫不醒一个睡觉中的胖子。大雄只好自己上手掏，可这次却掏出来一张黑纸。等蓝胖子醒来时都惊呆了，这是穷酸纸，它会给人带来厄运。先是打掉裤子，让老妈发现了0分考卷。大雄只想逃，就摔了个屁股蹲。刚一出门，穷酸纸又去挑衅狗子，慌忙逃窜中，大雄掉进了臭水沟，想去求救护身纸，却又遇高空抛物。还好蓝胖子用铁头扛住了物理伤害。等两人赶到时，护身纸已经被胖虎撕成了渣渣，穷酸纸又推倒了电线杆，又引来犀牛过街。最可怕的是，还击落了外星飞碟。这下就算穷酸纸放过了大雄，外星人也不会放过大雄了。那么大雄要如何才能摆脱穷酸纸？